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一伦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郭正亮亮哥也会加入我们的节目现场。好，观众朋友，今天是4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哦。好，我们看新闻大白话就对了，因为现在国际的局势真的是变化万千哦，尤其明天这个开工还有股市开市，我们也要该关注一下现在的国际局势的发展。好，其实呢，现在就是伊朗公布了击落12架美国战机的名单，那击落美军机的影像也曝光了。好，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是在美国空军有一架 F-15E 型的打击鹰双座战斗机3号在伊朗上空被击落之后，那伊朗军方又先后的击落美军2架 C-13 洞的运输机，一架 A-10的油猪攻击机，4架黑鹰直升机跟2架小鸟直升机跟2架 MQ-9的死神无人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相关的画面有曝光了。好，那当然这个战争走到现在，大家觉得突然出现了一个转折，主要就是因为 F-15E 在伊朗这边它是被击落了。好，那2位飞行员弹射之后呢，其中1位美军是营救他好，但是呢也导致了这个伊朗5死8伤。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营救美军被击落战机飞行员的行动当中，美国跟以色列4号晚间也对了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所以才造成了这5人死亡跟8人受伤。那当然大家觉得美方好像真经历过最糟的一天主要原因就是6架军机都被毁，所以有军事粉专说这代表了一件事。好，我们来看这是呢世界特种部队与军武资料库的粉专，他讲说美军显然没有取得伊朗上空完整的制空权，那恐怕要准备更多的防空资源才能发动接下来的地面攻势。好，现代地面战斗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弹药跟物资，所以如果接下来这个部分补给不顺，部队就会立刻失去作战能力。好，也就是说之前我们不是曾经讲过吗？这个 F-35它明明就是逆中的，但是它却能被看到一些热源，那可能是飞太低，或者是大意了这个伊朗的这个空中的部分。那现在 F-15是不是也代表说其实美方这边根本没有取得伊朗的完整制空权？好，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画面也曝光也就是呢美军载好了这一位飞行员之后，他们低空要逃离伊朗。好，在拉升的过程当中其实差一步是全灭。好，这个画面就是伊朗军方其实已经逼近现场，那美军最后一架的运输机人在低空爬升大家有看到吗？好，在美军的执行飞行员救援任务的同时，伊朗军方跟当地的山地民兵也都赶往现场，所以如果伊朗军方或民兵早一步抵达，甚至还携带着防空武器，那整场的救援行动恐怕就会以悲剧收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宛如电影情节真的是失之毫米差之千里好，那美国的飞行官说这个负伤爬了2133米的山林线，那现在说这个战机轰炸掩护特战兵，而且他们还自己毁掉了2架的运输机。好，这是美国中情局最终有确认这名军官的位置，然后将资讯分享给军方。那2架 MC-130J 的特战运输机在等待将突击队员跟获救的飞行员载离的时候，这行动的当中是受损，所以军方是决定调派新飞机，而且同时他们炸毁了受损的飞机就是避免它落入在伊朗的手中。好，那他们这一场这个救援行动是直接深入到伊朗内部所以这个风险危机都是蛮大的那美国也出动了200名的特种兵。那川普当然因为救到了人所以他在我们这个台湾时间今天凌晨1点的时候有开记者会如果没救到人，是连这场记者会都不敢开啦好，那美国出动了数十架飞机200名的特种部队深入伊朗的西南部，在4号这天救出了 F-15E 的飞官。那川普自己讲说起初还一度担心说这个飞官传出的一个讯息因为他在无线电传出了说上帝很好这种诡异的讯息那口气听起来很像穆斯林
所以啊，他觉得是不是他被伊朗人俘虏了哈？好，所以可能担心是伊朗设下的陷阱哦，意图引诱美军上钩。好，但是后来有一个认识这位飞官的说啊，其实他非常的虔诚哦，大家确认之后才赶快去救援他。但你可以看到，美方啊营救美国军官、飞行官真的是下重本吼。好，那当然，川普哦借此哦大外宣嘛哈，你看他还开了记者会，他说啊，在伊朗被击落的 F-15E 战斗机上面，第2名的机组人员哦说他身受重伤，现在在科威特这边接受治疗。那当然有人觉得川普啊是报喜不报忧，因为他形容这是美军的伟大胜利。那 BBC 哦就说川普的反应也不出所料，因为可能会成为宣传问题的事哦，被他讲的哇额手称庆啊。但他心里明白这场战争哦正大幅的拖累他的支持度，而且正对战况是报喜不报忧。好，那救人成功是不是反而更敢打呢？纽时认为说啊，这场高风险的行动结果，其实更可能会强化了川普政府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倾向，那恐怕也会增加战争长期化跟规模扩大的风险。好，那伊朗军方啊，则是呛瞎说，川普现在陷入的是困局跟遭遇失败的美军哦，目前面对的一个尴尬局面，无法透过言论、媒体战跟心理战来补救。好，那当然，现在川普明明就是因为没有掌握伊朗的制空权而让 F-15E 可能因此被击落，但是他却开记者会大讲说我们美军多厉害，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好，当然一开始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营救的过程我们看到惊险一瞬间，我们先问赖老师。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我们就已经预判我们的预测里面就是说，美国的制空权并没有获得很完整所以才会有 A10被打下来，才会有 F-15E 被打下来。因为大家看到的就是说，它被打下来的并不是用非常先进的这种防导系统，例如说俄罗斯的 S-400啦，或者 S-500，或者是说中国大陆的红旗的系统，都不是用这种非常先进的，而是用伊朗自己研发的这种防空的系统，那都可以打下来。那特别是我们有留意到 A10这种可以低空具有这种空地一体战的这种性能很好的战机，都可以用机炮就被打下来了。当时我们就说，美国并没有完全掌控整个战区的制空权，我们的判断是这样子。今天其实也是证明了，美国你看他在这次的援救行动中，如果伊朗的装备好一点点那美国的这次的军事行动不但不成功，而且会死伤非常惨重我们等一下会跟观众朋友来介绍。可是您看到了，也就是说，当美国没有取得绝对的制空权的时候，您刚刚已经有谈到了，也就是说，所有的军事专家都会分析，我们也是学军事那么多年的，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你没有取得绝对的制空权，你如果要对于地面发动这种地面战，不管是局部性的地面战，或是全面性的地面战，全面性的地面战是不可能的，因为以目前这个美国所投下的总兵力来说，是发动全面的地面战是绝对不可能因为连伊拉克的战争都投下13.5万的兵力，而且是炸了好几个月他才发动这种地面战。你现在没有办法对伊朗的全境进行这样的一个轰炸，然后你才出动连陆海空含陆战含陆战队加起来才5-6万人，那很明显的就不是全面性的地面部队作战的，所以我们很快的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是局部性的战争，现在也都朝这个方向走了。那你想想看，连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他要发动局部性的地面部队作战，没有取得强大的制空权，他地面部队作战的对于地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一旦资源有限，它地面战的损耗力会很高。好，现在对川普来说，他又自动再延1天了。他实在是了不起48小时自动延5天，5天自动延10天，10天到了以后再给你1天然后已经气急败坏的3只鸡骂起来了。可是美国的网友很天才他已经说了，然后再来呢再延1天，再来呢再延1天，帮他自己延。因为他会自己一直延，
然后反正延一天就加一个 FK 啊 F 叉叉 K， 然后延2天就 F 叉叉 K 2次，延3天就3次啊，就看他继续延下去，继续骂下去，因为他脏话都出来了，而且是在复活节，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个日子，是要庆祝的啊。而他在他的推文里面用脏话来骂，这个简直对很多基督徒来说的话，他以后怎么教他的孩子哦？好，这个很糟糕。可是我们最后我再强调一点，各位您看到摄影机都拍到这个飞机的起飞，狗都追上去了，摄影机都拍到它的起飞了。如果伊朗在当时他们的装备好一点，有这种监射型的防空导弹，这一架飞机绝对打得下来。100%可以打下来，一打下来几百个人全部没了。美国地面战也不用打了，因为他们都是精锐，三角洲部队、绿扁帽部队、海豹部队，开玩笑，这个美国的精英死伤大半。对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川普这场记者会也不用开了，也不用在那边大外宣，开开心心的，真的是精神瞬间。亮哥，这个《金融时报》前天吧，帮美国做了一个估计啦。说如果要打到德黑兰，让革命卫队下台啊，那需要动员的总兵力是160万。金融时报写的、啊，对，合理。所以这个就是说要整个政权轮替了，要160万啊。坦白说了，你如果要完整的控制荷姆兹海峡，那沿岸阿巴斯也要打下来吧？那个革命卫队的海军总部，还有沿线，那起码10万跑不掉了，然后说连5万都不够。对。所以川普到底要干嘛？这个就是他的问题了。川普现在的已经有一点话都不拢了，他现在好像把打开荷姆兹海峡当作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可是很讽刺啊，2月28号之前，荷姆兹海峡就是开放的。是战争之后伊朗才把它当作筹码，是他自己造成，对不对啊？那有人，所以那个4月2号，那个大陆外交部毛宁啊，他就讲得很白啊，他说：“请你记得啊，2月28号之前，荷姆兹海峡1桶油是65块美金，那现在是109，而且之前是开放的，战争之后才开始变成今天这个局面啊。”所以他说，荷姆兹海峡之所以会现在被整个封闭啊，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发动了这一场非法战争嘛。所以这本经元要怎么解？就是想办法召集国际的力量进场，让这场战争停止嘛。我觉得中国大陆啊，4月2号之后已经表态了，就是跟美国对着干，因为他发现。他这个方案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这当然主要就是北约的国家了。北约的国家现在也在呼吁嘛，所以现在应该要努力啊，除了对荷姆兹海峡施压、要求开放之外，最重要是要结束这场战争。那美国，你的方案是要人家无条件投降啊，你是逐渐看出在军事上不是那么一面倒。还要求人家无条件投降，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所以欧洲国家很现实嘛，欧洲国家就说你的军事行动不可行，你的政治诉求有问题，你要叫我怎么支持你？所以现在国际的舆论有点在转了，所以美国盖洛普前天做一个民调，对国际社会做民调啊，结果中国大陆是36，美国是31。我认为这个趋势啊。可能还会继续往有利中国的方向走啊，那这个川普就倒大霉了。就是说，你不只是让人家觉得你是军事计划提不出一个可行的、可信的行动，而且你在外交上也提不出一个方案，而且中国大陆已经表态了，我觉得他看到这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如果最后是谁来主导这个和谈，那战后的中东的局面，肯定就会朝着那个逻辑去走了啊。所以其实整个战后的中东的局面对美国是越来越不利。好，顺丰委员怎么看？这个将帅无能，累死3军了。从这一次的救援行动，我们来
看细节啊来看，从这救援行动呢，证明美军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部队。那这一个徽官呢，也是一个受过很好的训练。当他呢，这个跳伞逃生的时候，他没有立即按下他的紧急的呼叫，否则他早就被锁定了。那能够这样子抖抖长长里面，最后再把信息给适当的拿到来挽救这个证明美国的军人的训练是到地位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军人是行的，但是呢，美军的统帅是烂的，真的是这样子，累死三军看整个的救援行动看得出来，美国的军力是值得尊敬的，是值得尊敬的。所以这种尊敬的军力，假如配给了一个烂的家伙去指挥就出问题了。在哪里出问题？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当时在研究的过程里面都是直播嘛。那么在这个五角大厦里，赫格塞斯看到那个场面看到自己的飞机自炸嘛，那这个 A10 这个 A10攻炸这个地面攻击机被炸毁，很气我们决定呢派陆军去歼灭他这样子。那个现场这个陆军这参谋长这个兰利乔治就讲说，抱歉长官，我们不能接受你这样，因为我们不能把子弟白白的给送死。是。听说他很生气的情况下，还有很几个人都被 fire 了。可是呢 ，fire 的结果，人家就把这个消息偷偷透露给了这一个媒体就泄露了出来。这个里面这个就真的是累死三军。就外行领导内行。这个赫格塞斯是什么玩意儿嘛？这个家伙能够当上国防部长，历任美国的国防部长，大概没有这么奇怪的家伙，是吧？你可以看看。不管是范茨也好，不管是这个卢比奥也好，再怎么样子，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经历。那可是这个人不知道哪里冒出来，唯一的冒出来就一个原因，就是他当川普的粉丝而已嘛。那么这样子结果再看看，上帝还是某种程度有祷告还是有庇佑的，因为他比卡特的命运好卡特当时就是要去救援的直升机，在半路就干掉了。卡特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同样的道理，他这次花这么大力量去救，他不救不行假如这个人被俘虏了，然后被公开了，然后被电视传播了，我看川普这一场仗是没有办法收拾的。所以从这里千讲万讲，我看到了美军的战斗能力，看到美军在战术指挥上的这种优秀的一面，但是我更看到的是那个无能胡搞的家伙正把世界搞得一塌糊涂，世界被搞乱。中国被搞强，然后美国自己被搞垮，这个大概就今天他所做的结果。好，所以捅了马蜂窝，要用更大的力量来收拾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除了美方营救他们的飞行官之外现在伊朗当然还是持续在轰炸并没有手软。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到了真实承诺4的第97波的攻击。好，那伊朗大规模的飞弹还有无人机联合打击，看到这相关的画面曝光，摧毁了美国跟以色列在波斯湾周边国家的多个重要目标跟相关的资产，那也打击了位在科威特一处美军的隐秘集结地。那一枚伊朗的巡航飞弹在阿联酋杰贝阿里港附近也击中了一艘跟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好，那当然还要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海法民宅现在也被伊朗飞弹给击中。好，我们看到这是以色列的军方他们侦测到来自伊朗的新一波飞弹攻击，那也提前的数分钟向民众来发出警告。那军方发言人表示，受创的建筑物遭到了这个飞弹直接命中，那也确认这枚飞弹就是由伊朗来发射，那也导致了4人受伤，还有3人是失踪的状况。好，那伊朗的革命卫队宣布打击波湾3国的石化厂，那表明会继续的大规模攻击波湾国家。好，伊朗革命卫队说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的民间目标，
革命卫队就会针对美国经济利益的攻击加剧。好，也就代表你打我什么啊，我就报复性的对等打击哦，也不会手软。好，伊朗的空袭升高，波斯湾的风险，现在阿联表态哦，是可以参与美国主导的行动。好，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说啊，伊朗当前区域战略恐怕会产生一个反效果。好，不仅无法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反而会促使以色列势力进一步的进入波斯湾的地区。好，那一轮看到最新，巴林呢其实也说他们可以参与行动，希望打通赫姆兹海峡。好，那目前看到的以色列啊，他们也有反击吗？以色列袭击了是石化园区。好，这是《纽约时报》报道说，以色列在4号的时候空袭伊朗最大的石化工业园区，好，造成所有的生产作业都是停摆的。那当然对伊朗的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打击。好，他们是直接命中伊朗的经济命脉。好，那现在看到黎巴嫩总统提出了停火要求，但是没有获得以色列的回应哦。好，那他们的总理是说啊，对冲突感是极度的疲累。好，我们看到黎巴嫩的总统奥恩说啊，已经向以色列提出了停火要求，但是没获回应。黎巴嫩的总理啊说，对反反复复的爆炸冲突，我已经感到了极度的疲态。好，那现在还是要看回川普因为他才是这个战争是否停战的决定性。但是我们很可惜的看到他还是一直不断的在讲一些听不懂的话好，我们说，大家说达成的协议呢，不是说已经讲好了吗？就川普现在又对伊朗最后通牒再升级，又再度说了，我们不排除地面战。这个一轮大概在节目上已经讲了大概2个礼拜了好，那川普再度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德黑兰不达成协议，将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到伊朗。好，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嘛，这个川普最新的说法是说如果这个赫姆兹海峡不重启的话，还要在台湾时间的4月8号礼拜3的上午8点钟这是他给的最后期限。所以一轮觉得川普给的期限不是讲给伊朗听的，是讲给他自己听的，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在延后好，那美国媒体也曝光说，这个幕僚私下有向川普提一个建议就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最近有幕僚私下的跟川普提出伊朗的发电设施跟桥梁都是合法的军事目标。所以因为摧毁这些目标，就可以削弱伊朗的飞弹以及核子计划。好，也就是把所有他们的理由都给合理化就对了。好，那当然现在伊朗是说这个击毁美军数架军机而且警告战火恐怕会波及到美国领土。好，也就是因为川普威胁嘛，要攻击他们的基础设施的言论，好，让伊朗的这个战情人士也警告说如果川普将这种疯狂的举动付诸实行，非但无法挽回颓势，还会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那在这情况之下其实战争的后果很可能会延伸到美国的领土。那这消息人士进一步的补充说其实这不代表要向美国来发射飞弹，而是呢要将美国从内部经历剧烈的动荡。那也指责川普在战争的前后不断的撒谎，而且低估了局势升级的后果。好，那当然现在整个战情是持续的。好，那我们看到了伊朗我们本来想说他可能在这几次当中可能会慢下来，或是有一些比较削弱的状况，但没有，他们已经进入到了第97波的攻击。好，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目前的局势发展。目前海湾国家反应是不一致的比如说阿联酋他希望参战可是卡达是相反的，卡达的外长他对外第一次说伊朗是我们的兄弟然后说如果美国在卡达设军事基地都是为了对付伊朗，那以后请美军不要再来了。这个是波湾国家第一次有国家喊出说，如果美国设基地都是为了对付伊朗，那我们不欢迎你，而且是卡达所以我觉得海湾国家已经成为，就开始在反省这个中东布局到底对他们有利不有利了那我觉得伊朗如果他的电厂被炸、桥梁被炸，他这一次应该不会选择海湾国家做报复了。我估计应该是集中打阿联酋的美国公司所以美国公司恐怕要注意了，因为美国公司也搬不走
你那个数据中心就摆在那里啊。那所以啊，今天是礼拜4嘛啊，我们今天是礼拜1，哦，今天是礼拜1，今天清明连假的最后一天。对，那明天还有机会开盘呢，是。大家小心一点。所以大家才说嘛，清明连假鬼故事很多，还有机会一定会开盘。对。所以为什么川普一直在说再延一天，再延一天，就是要让他的朋友有机会跑了。又是川投顾上线。我跟你讲哈，这个因为本来 deadline 是礼拜3嘛，对不对？那已经好几次了。那个伊朗他已经列出所有美国公司在海湾国家的坐标位置，那其中有3家是辉达，是 NVIDIA， 有8家是谷歌，你自己看着办吧，因为这个都是搬不走的，就好像伊朗的桥也搬不走，电厂也搬不走，那你要这样对我，你认为伊朗要炸谁呢？你去炸海湾国家的桥电厂，不对了，所以我估计他应该是炸美国公司了啊，所以川普才要多一点时间给大家啊，可以跑一跑了。不然怎么办？这个就跟一轮一样嘛，你主持这个节目，整天都在被川普乱了。对啊。而且川普现在在谈一个45天的停火计划，你知道吗？45天呢，一下就拉到5月14号啊。所以这几天我们就不要再烦这个问题了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极限施压的伎俩，可是我认为他部队集结到这个程度啊。不做动作也很难交代了，所以他现在是真的骑虎难下，局面越来越严重啊！我觉得他上次炸那个伊朗还没有完工那个最高的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对了，因为那个好比啊，俄乌战争，乌克兰去炸克里米亚大桥一样，这个都会使得事态升高，所以说大家本来不认为可以打的目标，你都把它列入，那现在你已经把电厂桥都视为合法标的，那当然就是升高嘛，所以他现在炸你美国公司也是刚好而已啊。对，虽然川普的话语常常大家会觉得不飒飒，但是要从中听出一些玄机所以才有可能就是从中获得一些更多讯息好，我们看到赖教授怎么看？川普本身的威胁跟恐吓的效果一直在递减因为他的时间威胁不了人。他的地面战已经威胁不了人，他现在说要把你的桥都炸掉，也威胁不了人；要把你的发电厂都炸掉，也威胁不了人。为什么？因为对于伊朗来说的话，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嘛。那你今天如果要炸掉我的基础设施，我虽然没有办法炸掉你美国本土的基础设施，可是我可以炸掉以色列的，我也可以炸掉你在海湾国家的基地跟他对外联通的基础设施嘛。所以才会传出说，他第5舰队的那个岛的基地的连外的桥，也是在伊朗的瞄准范围内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相关的国家来讲，他们当然焦虑啊，因为花那么多钱，而且盖的时候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一旦被切掉，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还是会考虑他第5舰队的补给，他的后面要怎么办？你只能透过海运。透过海运的风险就升高嘛，因为陆运总是比较便捷，而且比较安全嘛。那所以当川普的这些威胁都无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翻来覆去的就是那几套的威胁法，就翻来覆去。可是已经告诉你无效了，他还这样的翻来覆去，那就是代表什么？他没有路走，他找不到别的办法，他也找不到别的台词，他也根本就是被僵在那个地方，充满了挫折感、两难。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停也不是，不停也不是。我是一直给他一个良心建议，就是采用阿 Q 的这个精神胜利法。他上礼拜其实表现已经很不错了嘛，因为上礼拜他的演说就是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麻了。那时候盛峰委员也在嘛，对不对？我们赢麻了，然后呢，你就班师回朝嘛，你就把这个大军就拉回去，拉回去以后你就动员国内的，因为你的国内的那个哈巴狗那么多，赫格赛斯什么都可以帮你动员。对不对？然后呢，开始办一个很大的一个游行，不管在华盛顿、在纽约或者是在哪一个美国的军事机，还把他的眷属都跟太太小孩都找来，然后呢，再找一些妙龄小姐，然后在那边有花街游行，然后在空中喷彩带，军乐队奏响，然后那个家人过去跟他拥抱，那这样子就赢了嘛，就结束了嘛。
那人家问他说有没有签协议？没有，我们赢了，不需要签协议，因为我们绝对赢了。伊朗已经无条件投降。可是霍普斯海峡被他控制啊。我们还是赢了，因为我们已经打通了，他自然会通，自然会通。阿 Q，川普他当天也说他自然会通嘛，所以我是觉得说你上礼拜表现得很好啊，我们都以为你马上要演一场戏啦，结果你怎么把自己僵在那里？那就是因为那个飞行员被困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又不得不去反击，然后又不得不去援助。那援救的过程中，他又暴露出他们的短板，然后更多的飞机被炸。其实他真的是颜面扫地。现在对于川普来讲，或者对以色列来说，我觉得以色列至少还比较诚实一点，就是他们已经承认他们最初的时候的情报错误。他们原本说以色列的导弹被我们第一波，就是说已经被我们炸毁一半了。伊朗的导弹，伊朗的导弹已经被以色列炸毁一半了，那是第一个礼拜。后来他们说剩下没多少，川普说我们已经摧毁90%了，只剩下10%。后来说只剩下没几枚，可是现在以色列已经正式承认了，他们真的不知道伊朗还有多少导弹，他们完全没有把握了，因为他们看到伊朗的这种打法，好像他的导弹是无止境的样子，这是第一个他们最痛苦的。第二个就是感觉好像还有在生产制造，那也就是说很有可能都是在动线里面有生产制造。那如果是如此的话，他们等于是伊朗早就在准备这场战争了，那这样对以色列来讲该怎么办？我觉得他们的苦恼是在这。但是感觉就是以色列跟着美国一起把这场战事给引爆的嘛。盛峰委员，那这个接赖教授的话，这川普应该学莫迪啦，应该派个世界胜利宣讲团，有没有？人家都做过了，因为那哪还可以放7天假庆祝胜利呢？是，对哦，对，学莫迪就摆平了嘛，更好3个月。对哦，对呀，这是第一个，都有样板给他参考。对啊，第二个，我刚才是讲笑话样板，现在是讲正经样板。最后通牒是要有工作的，不是讲最后通牒就算了。你看古巴危机的时候，对，美国喊出了最后通牒，对，那是要。但是同时，下面的这一次谈判呢，是没有停止的，因为只有谈判以后，然后才有进有退，最后通牒才最后大家会解冰嘛。再不要忘了，当时的这个海地啊，这个克林顿的时候，对海地进兵一样嘛，他也下令了最后通牒，而且军队都已经出门了，往海地出发了，因为要他的政权要改变，要下台嘛。那同时呢，私下也去商量，你不走，我就怎么样子。这最后通牒的前提都是在后面要有运作，否则就要像2次大战的无条件投降。我已经绝对可以碾压你，你除了投降，你没有第二条路走，这才有最后通牒。现在呢，你看川普的最后通牒算什么？所有的接触，这我看起来是没有的，是没有的。那没有你喊最后通牒，你喊给谁听？你又没有绝对的碾压。炒作集团听了，不，所以他知道怎么办，一演再演，演到最后通牒就变什么了？就跟批话一样的嘛。那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你要讲最后能不能插你？第一次大家真的很在意，48小时你记得吧？我们当时都不断的在注意，那48小时后会怎么样？那又大话就皮了嘛？不，我们忘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不断的让你们都皮了之后，然后趁其不意。突击成功，说不定有这样的机会。那或者我想不通啊，这是完全是。那当然现在也在流传，这国际上在流传，就分析啊，已经出面了，跟这个伊朗的国会议长之间呢，因为国会议长是这革命卫队所推派出来的高级人员，在做这个磋商。假如有这个磋商，这个磋商也真的有进行，这个最后通牒啊才有可能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的中东局势会因为这样子发生很大的改变，发现再多的美金、再多的设备是没有意义的。那最后呢，这个美金在这，美国的基地在这，不是对我的保护，反而是对我的危机。那这个时候，整个的世界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将来这些中东要成为世界的地缘中心、能源中心、未来世界的中心？显然不是靠美金进来，而是要靠国际势力在这里保持它的一个中立的位置啊。人类的历史、世界的地缘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发生这样子转变了，这是这一场战争之后啊，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好，所以川普绝对会在历史上留名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持续要先看伊朗，他们最近用的什么武器呢？好，其实跟之前也曾经讲过的集束弹头，好，这是伊朗称他们向以色列发射了3轮飞弹。那以色列说其中至少有10枚飞弹有期待集束弹头。好，我们看到伊朗有特别讲说，他们在20分钟之内是向以色列领土发射了3轮飞弹，那至少是10枚有期待集束弹头的飞弹。好，之前我们曾经讲过，这集束弹头爆开之后，它的碎片其实会影响到蛮多的。那之前也有很多的画面出来，是集束弹头造成的威力好，那大家看到了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发动了真实承诺4，刚刚英文讲到的是97波，我们现在来讲前一波的96波攻势。好，因为它袭击的是以色列的海法炼油厂，跟使用导弹来袭击位在阿联酋的美国天然气设施还有石化厂。好，我们看到相关画面也曝光好，这位于巴林跟科威特的多处石化设施也遭到无人机跟飞弹的打击，导致相关设施运作完全停滞，而且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那伊朗的军机呢，同时其实也出动了无人机的集群就是一群无人机来打击位在以色列南部的这个迪莫纳附近的石化工业设施跟石油制品的储存库。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相关的打击是持续不断而且态势感觉还是不断的在升高当中。好，但是川普最近的发文却很罕见的发现他爆粗口啦他讲什么他的这海峡开放，哎，我都不好意思讲了你看太粗俗了，一国元首可不能这样周二将会是伊朗发电厂日跟桥梁日他说会同时上演，场面前所未见。他就说把海峡开放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将你们活在地狱里走着瞧。赞美阿拉，非常的挑衅而且有脏话连篇。那当然现在大家也就想说他这个海峡讲的一定是赫姆兹海峡嘛？他之前不是还才说吗？你们要拿油自己去抢，就现在对于海峡还是心心念念嘛那当然就说川普现在威胁扩大打击，那伊朗就说好可能封锁曼德海峡，然后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外事顾问就警告美国，如果再犯错误，他们主导的抵抗阵线就会以封锁曼德海峡作为反制措施。好，当然讲的就是胡塞这边了好，那当然伊朗的总统也特别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也特别讲说川普出于绝望及愤怒而诉诸下流言辞跟胡言乱语，指责川普在该地区引发的是全面战争。那伊朗的副总统也特别讲说赫姆兹海峡掌控权将永远在我国的手上。那伊朗外长则说，美国跟以色列必须为区域动荡来负起责任。好，赫姆兹海峡呢，目前说已经有了收费站，那设在这座岛其实呢就叫做拉纳克岛北端他们建立了一条实质的安全运输航道，而且设置了是收费站机制，那逐艘审查要通行的船只，以此牟利。甚至不是还说吗？以人民币结算，或是以他们自己伊朗的币值结算，或者是以这个加密货币稳定币来结算。那现在川普呢，我们看到有人觉得他有2个很反常的举动。第一个反常是因为4月1号发表白宫演讲之后，他没有出现在公开场合，也不再频繁的回答记者问题，说他异常的沉默。好，第二个反常就是他怎么突然飙脏话了不少的大写字眼，还有很多的惊叹号，说非常川普形态那还有很多不同的一点就是直接出现了脏话，那也就代表他过去的发文其实不太出现脏话的，但是最近的脏话让大家嗅出了一点不一样的味道好，那川普以复活节奇迹来形容军事行动也遭批评好，因为呢这次救出了这美军人员嘛，那就说我们是复活节奇迹，用宗教语言来诠释这个行动。但是教宗良14世跟美国军中天主教最高主教都强调了复活节是耶稣
带来和平呢，不是战争啊吼。好，那当然外媒说啊，战争其实正在拖累的就是川普的支持度哦。他说啊，他们就好像一个巨大拖油瓶，正将注意力放在一个宛如一丝曙光的好消息上。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一开始的部分，也就是极速弹，还有包含的是一些以色列跟伊朗的。我们先问亮哥。这极速弹不是发生第一次啦，这表示以色列要拦截伊朗的极速弹是很有困难的啊。那你看你打我石化产业，我就打你石化产业啊。事实上最近人家发现了，倒不是以色列的拦截能力下降，而是他们发现他们在伊朗境内做空战，好像没有那么安全。这个倒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发现啊，就是说伊朗正在完整它的防空系统，本来是如入无人之境嘛，结果现在禁区被打下来越来越多啊。那当然最被注意到的就是伊朗开始用那个红外侦测的，还有那个红外侦测啊，然后因为它没有用雷达嘛，所以你就不容易侦测到它的位置。可是呢，它是带有红外侦测能力，然后又可以用软体计算来计算出目标的位置啊，然后继续追踪。有人是怀疑了，说这种计算方式是中国教的啊，可是不是中国的设备，伊朗的358号系统啊，可是教他们怎么做这个东西了啊，那结果红外线就常常就偷偷摸摸就在美国目标的附近嘛。那就在周边爆炸，那造成美国的那个战机啦或者是什么受损，然后就被迫降这样哈。这个现象越来越频繁，所以让美国现在飞到伊朗境内不像以前那么自在了。比如说空中加油机，据统计，最近这2个礼拜被打下10架。空中加油机其实蛮重要的 ，KC-135。因为美国跟以色列、伊朗幅员广大，没有空中加油机，实际上要在伊朗内部做自由自在的一个战斗机的一个攻击并不容易了，所以也使得美国的战斗机在伊朗境内相对就变少了啊。那你还可以看到那个 F-15E 都打得下来，那 F-35前一阵子也是红外侦测嘛啊，而且有人证实啊。这个中方没有证实啊，说伊朗已经在使用中国的红旗 9B 的远程地对空飞弹，这个中方没有证实，可是我觉得这应该是真的啦，因为是以色列的空军机关讲的，说他们有飞机看到飞机被远程飞弹打下来，那个不是伊朗自己的飞弹，是吧？所以我认为中国跟俄罗斯大概都介入了。不过中国大概只提供防空的东西，那俄罗斯还提供改良的无人机，那个是对地自杀炸弹用的，攻击型的。对，是攻击型的。对，赖教授怎么看？以色列的防导能力啊，就是防空导弹能力越来越弱的情形下，那他只好优先的保护比较有价值的东西。那所谓的比较有价值的，并不是以色列的人命比较有价值。是以色列军事的装备跟军事基地，对以色列的军方来说是比较有价值。那民间就没有那么大价值了，老百姓的生命就没有那么大价值。所以你看到伊朗的导弹打过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军方他们就会选择性的哪一些导弹要拦截，哪一些导弹就不拦截了。不拦截的导弹，你就看到的就落在了民宅去了。一旦落到了民宅，或是落到了这个基础设施，不管是石化工厂或是民间的这些政府基地旁边的这些住宅的时候，造成的死伤的人数就是以色列的公民了。所以以色列的公民死伤的人数一直在升高。那军方以色列的军人相对来讲还是很安全这个就是使老百姓保护自己这个就是目前以色列的打法。那他的理由就是保护我们军方还有能力去打伊朗，这个是更为重要，所以你们是比较不重要的。那这些人他当然就愤怒嘛，
所以你会看到，在以色列的人民，他们会起来游行，会起来示威，会起来抗议，然后内塔尼亚胡会把他们驱逐，甚至把他们逮捕啊，就是压制他们的抗议活动。这个就是目前在以色列内部的一个情况。那川普的这种爆粗文啊，而且用骂三字经，而且是在对于对方来讲的话，那我们也看到了伊朗的高层先后的发表他的谈话了，这都是一个回应，而且都是正式的回应。首先是他们的最高领袖已经回应了，最高领袖的回应有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自我防卫继续下去，所以伊朗没有要投降，没有要屈服。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赫尔木兹海峡，它具有重要的战略杠杆定的作用，所以还是要继续封锁。那这已经下达最高指令了。那你想，所有的谈判都是假的吗？那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结束战争啊，如果美国不对于未来也都不再用兵的话，那赫尔木兹海峡是永远要控制下去了。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因此传出来的45天的谈判啊什么的磋商啊，那是有新的人士，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他们努力的要去撮合，但是事实上要达成最后的决定啊协议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要满足伊朗的最高领袖他的要求，他的要求其实不为过，就是不要再攻打我了，然后这个安全了以后才能解除嘛。那你看其他的之后的各种说法里面都摆得很明白，就是我们会继续打下去。顺峰委员，这个一个人不断的爆粗口啊，以我们的社会经验里，就是抓狂了，对，就控制不住，俩公的，绝望拿不出来，就是才会这样子，急了。对，所以你看，真的有办法的人，他是不讲话的，出手就出手了。那现在就是没播啊，到了干多少酸嘛，就是这样子啊。这证明他现在真的也是很孤单的啦，而且又怕得罪阿拉，还说赞美给阿拉，最后还要讲一句，在复活节讲赞美给阿拉。他们都信仰同一个上帝了，没关系的。啊，这是第二个呢。导致我想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正在审查要买什么。经过以阿战这一次的美以战争里面，我们觉得我们还要再买那些东西吗？我重新思考一下，是不是还要再继续去买20万架的这个什么无人机，或者自己要去建造生产20万架的无人机？这样好好想清楚一下嘛，这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了。然后所有的武器要买进来，从这一次的战争，到底我们是在买会敌，或者买证明已经不能用的武器？我觉得国内怎么不好好讨论一下呢？这上兆怎么整个大家都点点呢？至少军事专家站出来嘛，国防部长站出来，立法院质询一下嘛，在这一次里面哪些有效，哪些没有效，哪些怎么样，总可以讨论一下吧？否则我们的几兆就这样不见了。这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在整个的天主教系统里面呢，像教宗这样身份的人是不轻易开口的，一般人都讲好话，讲正面的话。但是你看，为了这一次战，他讲了2次话了。第一次话是大家过去都讲的，说上帝不会垂听发动战争者的祷告的，这是一句，这话很重的，非常的重。那第二句话呢，那就是他今天讲的，耶稣了。是带来和平的，是战争的。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感恩节的时候，那你怎么还在讲战争的事呢？